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座古堡，被称之为是福建的第一奇宝。它有几个非常独特的特点。第一呢，是建造沼泽地上面，这和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古堡地主大院是不一样的。还有呢，这一座古堡呢，里面是没有蚊子、没有蜘蛛，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另外呢，我们看它这个古堡寨墙很高，而它的房子呢，却是在这个寨墙上面，这和我们之前看到的也是不一样。还有一点是，这个古堡非常坚固，在当时被土匪围困了1个月都没有被攻破，里面的人呢安然无恙。有一段时间，这个堡内有成千上万只蝙蝠发出怪声，非常恐怖啊，如同鬼屋一般。这些谜底呢，据说在这个古堡里面有2幅壁画能够解释得通。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古堡里面走一走，看一看。我已经买好票了，30块钱。这附近的天气真的是有点不一样啊。北方的朋友现在是在过冬天，零下多少度？而这里呢是25度，今天都算是很炎热了。我们要看到古堡就在前方那一块，这样看起来规模比较大呀，在远处都能看到那个堡墙比较高。说到这种古堡大院，我们在山西看到的比较多，那些呢基本上是砖木结构，并且呢是砖占多数，很多呢还是窑洞的。可能很多朋友啊对南方的这种古堡地主大院看得比较少，因为毕竟啊保存的没有那么多。以前呢我还以为南方很少，那这几天来了福建，我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福建的古堡古大院非常多，只不过呢他们很多是在这种大山里面。古堡就在前面，规模还是挺大的。它是坐落在这个山坳里，周边呢没有其他的建筑。可能很多人会说旁边有建筑，这是景区后面可能加盖的，等于是呢它这栋古堡呢是单独屹立在这里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座古堡建造的时候，基本上是考虑防御的，它肯定会选择比较空旷的地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古堡上面还有很多孔啊，应该是防御的孔。它这里的风水也很好啊，明显的看到右边是山，左边是山，后面是山，这几座山联合起来就有点像是一把椅子，一把太师椅。一般在以前呢，这些大地主他们建造房屋一般都会选择风水的。它那个房子下面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种梯田，也可以称之为水田。如果是夏天的话，应该是会种植很多农作物，只是说现在冬天没有了。这座古堡呢是在福建永安的大山里面，是当地乡绅池占瑞、池连贵父子在清朝光绪时期，也就是公元1885年，为了防御盗匪而建造的，历时14年完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清朝末期了，那在一些山区里面呢，土匪是比较多的。整个古堡呢，占地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呢6000多平方米，2层高，4进深，4进院落，规模宏大，耗资9万多块大洋，8000多袋粮食。这座古堡呢，融合了传统民居、军事防御、文化艺术于一体，是国内现存最完好的清代夯土大型建筑，被誉为福建的民居瑰宝、土堡之父。中国建筑艺术的奇葩，所以说呢，它也被称之为是福建最奇特的古堡，第一奇宝。我们这样看，这个古堡建筑确实是挺奇特的。在上面看的话，整个古堡下面全是瓦片，看不到的其他的；而在下面看的话，又有点不一样了，和我们之前在北方看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在北方看的那个地主庄园，规模肯定是比这个大得多得多了。当然，这也是南北之间的区别。你像这个古堡，这个大院呢，是当时一家人在这里建造的。按照资料记载，他们是父子俩一起建造的。当时建造的时候，他们家族只有14个人。而北方呢，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慢慢扩散到一个家族在一起居住，从而呢规模就大得多得多。
我们在南方看到的大院呢，很多都是像是这样独栋的，而北方是一个家族住在一起，一栋房子呢算是一家，这就是南北方的差别。现在来到了古堡的外面了，现在侧边转一转，这是角楼啊，一般古堡都会有的。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长方形的洞穴，这就是防御的小窗口啊。另外，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很有特点的东西，你看，这个寨墙可能5-6米高，而寨墙上面呢才是房屋，这就是福建古堡的一个特色，和我们在北方看的那些大院完全是不一样的。福建的很多古堡啊，它都是这种房子建在这个院墙上面，然后里面呢再加一些，那等于呢，它这些房屋呢是绕了整个城墙、院墙一周，并且呢，它这个房屋呢是层层叠高，基本上它的这宅院呢就是大门低一点，然后呢最里面就更高，旁边呢就是农田。我感觉啊，夏天栽种的应该是荷花，如果一开出来是挺好看的。这边还看到很多土鸡啊，这才是真正的农村散养土鸡，在这个田里面，在这个山里面到处走，寻找吃的。这座古堡据说呢，当时周边呢都是沼泽，它自己呢也是建在沼泽地上面。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啊，因为正常来讲，谁建房子也不会在沼泽里面建嘛。根据它周边的环境这样看的话，以前呢这里也是农田、水田，或者是当时还没有开发的农田的话，就是小山坡。我猜想可是这样的。我是查资料看到这样说的，以及一些博主啊说这里是建在沼泽地上面。那大家是相信它原本建在沼泽地上面，还是说以前这里呢就是普通的山坡，或者是说水田？那现在呢，我们就去古堡里面走一走。这座古堡呢，不光是我们刚才看的几个奇特的点，它里面呢还有很多雕刻。在进大院之前看到一口祠堂，以及呢在他们大院的正前方也有，这主要是根据他们家族的姓氏有关。在清朝初年，他们家族呢从福州逃难来到了三明县这里。他们一开始呢是姓林，后面呢某一天他们家里的一个媳妇啊生小孩，在池子这一块生，于是呢就把名字改成了池。后面家族经过差不多20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成为有名的乡绅，建造了这栋大宅。安贞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刚进来就看到一个大的平台、大的院子，尽管说是水泥的，但是我猜想啊，在以前也会有的。一般福建的这种古堡啊，在他们前面呢都会有一个大的院子，也叫练兵场。这个大院主要是用来防御的，他们平时呢也会在这一块组织人员训练。这就是古堡的外围模样，很震撼吧？非常高啊！这感觉比很多我们看到的城池、古城墙都更高。这里呢就分为2部分，下面呢是堡墙，上面呢是房间。这里呢是石头，还有那种泥土组合而成，就是夯石为基础。这座大院呢也是整个福建保存最完整的夯石古建筑之一。那旁边呢就是角楼了，角楼相对来说它就更矮一点，房间呢就更高一点，这也是起到防御的作用。因为这座古堡它当时建造的时候，主要就是为了防范盗匪，因为在这种大山里面，清朝末年土匪还是比较多的。那这里呢，它为什么会高一点呢？主要呢就是如果有盗匪来了，他要从这边上去，这里呢可以反击。那如果从这里上去，那边就可以反击，互为犄角。这就我们看到的长城马面大概是一个性质的。在这个院墙旁边
还有一些矮小的房屋，它也是有作用的。一边上课的，一边呢是药房。上课主要是这个大地主啊，他会照顾周边的乡里乡亲，就是说给周边乡亲们办的一个学校。比方说这个下面这些村民家里条件一般，那么也有小孩想读书，没办法，请不起老师，这个大地主呢就把这些小孩全部接过来，在这里读书，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他们家里的长工啊，他可能让他们小孩也会在这里读书，我大概猜想是这样的。那么他们家里本身这些小孩在哪里读书呢？是在古堡里面，然后有时候呢也会让他们家里的小孩和周边的乡亲们一起在这里读书，因为肯定要认识一下嘛。旁边的房屋呢是属于药房，这主要呢是他们家族为了满足家里以及周边乡亲们平时患病所需的药材，那就在这里开设了一个药房，甚至呢他们家里呢会请一个郎中在这里坐诊。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大地主、大乡绅家里呢是比较常见的。我们看影视剧有时候会看到这些大地主、大乡绅为富不仁，很坏。那其实呢还是有很多这种乡绅呢，他是比较好的，经常呢会照顾周边的乡里乡亲，他们呢也会修建道路、修建祠堂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个古堡里面看一下。一开始我以为是5、6米，其实呢，它高度达到9米。这就是大门，看起来呢是比较普通。那实际的话，我们等一下进去了之后，就知道这个院墙、这个大门非常不普通了。安贞堡，在以前呢，取名字都是有意义的。这2个字呢是出自《周易》，《易经》有云：“安贞之极，应地无章”，指的就是安定、吉祥、祥和的意思。那也是主人呢希望他们家族能够一直发展，周边呢也是平平安安。那两边呢还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安于未雨绸缪固，下联是贞观修风静谧多。一个意思呢是居安思危，然后呢求国泰民安，也就是这个主人呢他们修建这个古堡的目的。现在我们就去里面，这是大门，铁皮包木，非常宽了，大概有10几公分，就证明防御性是极强的。过来之后，我们看到有台阶，这里有台阶，前方有台阶，最前方也有。那这就是这一家，它整个房屋呢是层层上去，我们经常说的步步高升。那当时的主人建这个房子呢，就肯定希望他们家族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昌盛。那他的子孙呢，不管是做生意还是考取功名，都能够步步高升。这是大门，看一下整个院墙的厚度，高9米，这个下部分的厚度呢是4米，非常厚啊。过了大门之后，马上呢又有一个门，它这个是木质结构的，也是一进院落的大门。进来之后是一个院落，在这边呢称之为一进天井。如果从空中看的话，这个天井呢有点像一个日字形，包括前面那个2进天井也是如此。那么如果从空中看，它组合起来就是一个昌字，也就是主人希望家里繁荣昌盛。这个天井还是挺大的，天井两边都是木质结构的房屋，也就是说它外面的院墙是属于石头、泥土混合而成，把这些木构建筑房屋包围了，等于整个古堡呢是石头和木混合结构的。在这里得给大家看个东西，我们刚刚是从这个门进来，大门一进院落的门，上面呢有2幅画像，大家认得出来吧？这个是门神
我们熟知的秦雄和尉迟恭，这是中国的2大门神。那么为什么门上会是他们2个呢？这主要是跟李世民有关。他们2个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们来简单说一下秦雄，他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非常厉害的一名猛将，也是李世民凌烟阁功臣里面排名24，倒数第1名。可能很多人会说，这么厉害的人物怎么会排名倒数呢？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秦雄立的功劳是李渊时期，而李世民登上皇帝之后，秦雄的身体不好，基本在养病，没怎么打仗。这样的话，排名的时候他就排名在最后1位。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让秦雄作为守门的，就这样说，秦雄为大唐江山立下这么功劳，他都只能排名24，那其他有一些不服的人，他就不好意思说了。等于秦雄呢和这里的一样，都是守门的。另外一个门神尉迟敬德呢，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可以称得上是李世民心腹中的心腹。在玄武门政变的时候，李世民呢是有5大功臣，谋划的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武将呢是尉迟敬德还有侯君集。其中有一个说法是，当时李世民把李建成、李元吉杀了之后，是尉迟敬德带着他们的头颅到了李渊的那个宫殿，逼迫李渊下令说李建成谋反，封李世民为太子，并且让他处理整个国家大事。当时吓得李渊不得了。这就是尉迟敬德他对李世民非常忠心。后面凌烟阁24功臣武将里面，他是排名第1，比李靖还排名高，可能就是由于他算是李世民的心腹。在这里还得说一个点我们刚刚说的秦雄，他们2个人有没有关系呢？秦雄很早就跟着李渊、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很多功劳。尉迟敬德不是尉迟敬德那个时候还是敌方的，有一次呢去征讨，李世民他们呢打不过尉迟敬德，于是呢就派出秦雄去单挑，最后把尉迟敬德击败了。那他算是投降，被李世民收服了。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假，其实真不是这是通过秦雄儿子的墓志铭上面有铭文记载，尉迟敬德是被秦雄打败的。在历史资料记载，他们的关系也是挺好的。他们的墓也是在陕西礼泉，陪葬于昭陵。他的在马路边，秦雄的呢是在袁家村。在大门进来两边也是有很多房屋的，那这些呢是粮仓。大家看到没有？他这里的房屋不光是这里，整个都是离地面有几十公分的距离，这就是防潮因为在这种大山里面比较潮湿，他们就考虑到了。这是粮仓，现在是放了一些凳子，以前呢是弄粮食的。这种大家族，他肯定是财力比较雄厚嘛，周边的老百姓呢，可能也是注重他们家里的土地，会交租，他们可能就储存在这里。前方有个古井，整个这个大院是有个5口古井，供里面的人生活。堡内3口，外面2口，这现在还有水呢。然后前方就是2楼可以上去的，在那边还有壁画，一上去就可以到达那个院墙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院墙上面是有房屋的，现在去走一下，这都是木头建筑走在上面可能都还有声音。你看这些就是院墙了，现在应该也是经过修缮的吧。环保走廊，也就是说它这个院墙是围绕整个古堡是能够走通的。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有很多孔，这些就是这跟外面完全看到的不一样。这边呢是窗户，一个四方形很宽，而过去呢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小窗户。
一关闭，外面就看不到了。打开，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下面的房屋，刚才我们就是站在下面，还有前方的农田，就观察的很好了。这就是防御的。一般我们看那些古建筑都是这样的，外窄内宽。在旁边呢，这里呢是射击孔，就是说如果敌人来了，通过这个射击，都是防御的体现的。可能有些人会奇怪，会问，那个枪打出去的子弹都是往直线的，它怎么能伤害到那个周边的人呢？或者是我们看不到人怎么打呢？其实啊，那个时候的武器跟现在不一样，它打出去的是散弹，就相当于我们说一个手榴弹什么武器爆炸一样，那个钢珠啊会四散扩散。这里呢也是一样的，打出去就扩散了，就能够伤害到四周的人。在这边就看得比较明显了，一步一步上去，都是有台阶上去的。这个地方和我们在山西看到的王家大院或者是皇城相府他们的院墙有点类似啊，只不过呢他们是砖头弄的，也是一步一步上去，有台阶上去的。当然它那规模比这个大了。这上面都是榫卯结构啊，传统的木头建筑。这种基本是在南方的，北方看不到了。整个这个走廊全长270米，四周呢有90个瞭望窗，这是射击孔，大概是190来个，180个吧。这是一路并排过去。这边的碉楼开放了，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面积还不小呢。它这边刚好是几个角都保护了。为什么会设置碉楼呢？刚才我们在外面大概也解释了一下，就跟以前的马面一样，那一块呢是正门。那如果没有碉楼的话，单靠这个上面它的防御功能，就是防御大门的功能啊，是比较弱的。而有了这个碉楼呢，就可以在这一块攻击那个盗匪，就攻打他们。这样的话，大门那里的防御就会好很多。包括呢，它可以和两边的碉楼合起来保护那个大门，以及呢攻打这个平台上面的。那边是保护大门，这一块呢是保护院墙。刚才我们最早看的那个地方，这里打不开了。不过这里我们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了。前方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梯田。按照资料记载，这座古堡呢，当时建造完成之后，确实是遭到那个土匪的攻打。最长的时候，这里呢被土匪包围了1个月。不过呢，凭着这个固路金汤的防御，土匪是没有攻打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古堡啊没有被人攻破。现在我们继续下去，看看主体房屋。这个是第2进院落的台基，也是比较高的，这比第1进院落大概高1米多。这里有一个大的匾额“紫气东来”，这是当时院主人亲笔写的。这个“紫气东来”很好理解了。这座大院呢，也是坐西朝东，每天早上第一缕阳光可能就会照射到这个大院，很有可能啊，能照到这个“紫气东来”这块牌匾。现在我们上去，在大门口这里有2副精美的窗雕，看上面以前弄不好应该都涂了金粉了，有颜色都有点不一样，金光闪闪，现在都能看到。那这个雕刻是城乡赶考，前后书童，车上的是去赶考的城乡，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另外一侧大家发现没有，也是他们3个人，但是呢，这个人已经长得有胡须，
整体的话就是已经有一点年岁了，一去一回。这里呢，意思就是说，10年寒窗灯火苦，欲举成名天下知的求学艰辛，就是说你要考取功名是非常难的。看完了窗雕，我们在这个大门上又看到画像，也是壁画了。一进院落的门是武将，这里呢就变成了文臣，也是跟李世民有关。一个是魏征，一个呢是徐茂公。这2个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都算是宰相。那他们这里一个人拿的是酒壶，一个人拿的是冠。那么在古代啊，冠跟官是谐音，酒呢是跟爵有点谐音。那这样的意思就是加官进爵，是院落主人希望他们的后代能够加官进爵。进来之后好壮观啊，大家看一下。层层叠高上去，在2侧呢有很多房屋。那边呢肯定是接待大厅会客的了，我们等一下上去，先在2边转转。这里呢，第一个房间是书房，这上面也是有雕刻的，你看颜色都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说以前涂了金粉应该算是正常的。这个雕刻我就看不出来是什么意思，有知道的可以说一下。这就是书房了，据说以前他们这一块收藏了很多书籍，有上千册。只是现在标明这里是书房，我感觉以前不是啊。另外一个房间呢是属于分房，洞房花烛嘛，当然这是展示的，以前估计不是啊。在北方真的看不到这样的建筑啊，你单单在外面看以为是一个石头或者是砖弄成的房屋，你到了里面才能发现主体建筑呢都是属于木头。过来之后又是一个房间，也是向我们展示一样东西，叫做抓阄。抓阄很多人在影视剧看过啊，以前的大户人家特别重视这个，包括几十年前农村可能也会有啊。就是小孩周岁的时候，请家里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见证。你看小孩的桌上，然后这里放了很多东西，算盘、书籍，在以前呢还能放一些玩具，还放一些金元宝、印章等等。那呢，如果小孩抓到1种或者2种，他们大概就是预测小孩对什么感兴趣，将来会从事什么样的那个工作。比方说抓到算盘，那可能是做生意；抓到书籍呢，他就以后读书考取功名，或者抓到一些官运等等。这个也是长辈啊或者父母对小孩的一种期许吧，一种愿望，也是他们对生命延续的祝愿。往前走就是主厅啊，非常大呀。主厅很好理解，接待宾客以及呢家庭聚会的场所。那看到这里有几根柱子，这不一般呐。这4根柱子呢，代表主人呢他是知府的身份。我们现在看这个柱子，应该是后面弄的，就是经过翻修。以前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看得出来这个裂了。以前的柱子绝对不会裂的。我们看起来这个是像杉树。它当时建造的时候绝对不会采用这种木头的，你看里面的就比较完好。这个下面呢是住处，很多雕刻啊，当然也是新的。这里有桌子和椅子，像这个桌子看起来像是原版的。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这边有楠木桌，但这些不像啊。后面呢还有主人的照片。那在这个上面看到没有？有拔贡，这是主人呐，在当时的天津，他是候选知府，本来呢他是要当中府了，
结果呢，他自己申请我来老家当一个县令。那后面来了当县令，他就修建了这个大院。这是他的像，他在1901年是诰封知府。现在去后堂还有后花园看一下。这边呢就是花园。这个架子是原物的，上面还有一些花朵的雕刻，100多年了，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个花园就不大了，再过去呢就是市境。这边我们看到台阶，这个台阶非常有意思啊，总共是9级。刚才我们看到下面的话是3级、5级、7级。那正常来讲，9级在古代啊只有皇帝可以使用。而这个院落主人呢，他们在建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擦边球或者取巧的方式。最下面一级它不是完整的，是分开的，就活动的。假如说比他身份更高的人来他家要参观的话，他就命人提前把最下面这一级拿走了。人走了，他就把这一块拿回来了。拿走是8级，拿回来就是9级。这是取巧的方式，就证明啊，他这个主人是有一点野心的。那我们上去，这边呢也可以称之为是围屋啊。这个房间都是空的，感觉以前很有可能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再过去呢，还有他们的餐厅。这个家族有10几个厨房哎，好多地方是可以上去的，就可以去2楼。这边就是厨房，还有浴室呢。那我们得从里面去参观了。在这里，大家已经发现了没有？南方和北方的那个大院区别太大了。这一块是餐厅，就可能是厨房做好，搬到这里来吃饭。到了里面这一块就很漆黑呀，也很潮湿。这是我们刚才看到厨房的一些，还有浴室，非常潮湿。在这里面，一开始我们说这里面没有蚊子，没有蜘蛛，挺奇怪的。确实啊，我在这个里面转了这么久，一只蚊子都没有。正常来讲，天气这么热，又这么潮湿，多少会有蚊子的。结果确实没有。大家猜猜什么原因？我感觉啊，应该是和这里的木头有关。就是说，它这个院落里面、古堡里面有很多木头。我猜想是这样的。不过呢，在这个古堡里面还有关于两幅画的传说，说没有蚊子，没有蜘蛛，是两幅画的功劳。我们现在去找一下。继续去2楼看一下，都是木头的。我去找下2幅画。在2楼这里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啊！你看，这是砖，而这里呢有凸出来的。大家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实际的话，它是属于烟囱的，和我们平时看到立的烟囱不一样。那这里的烟囱，在这边就看得非常清楚了。那这里呢，有3种含义。第一呢，就是改变了排烟的方向，使烟呢不向两边的房间倒灌。第二呢，是防止雨水啊滴进去。第三呢，是它这个叫做鳄鱼嘴。那么在这里就叫鳄鱼转运。所以当时他们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古代风水学。这里又变成里面的一层环廊，这些呢也称之为是围屋啊。等于它这个房子全部是连接起来了。我们再通过航拍看一下，这个屋顶明显是很大的。那这一块的屋顶其实是下面的2部分，
一个走廊，一个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围屋，整个呢这个是逐层提高，这个看的是非常明显。然后右边我们看到那些房间，就是刚才说的围屋，那外面这一块呢就是走廊。从而说它设计的是非常巧妙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把整个大院围起来了。我们一开始说的，它这个房屋建在围墙上面，也可以这样形容，是不是这样的建筑风格很少见呢？这边是花厅，也是这个大宅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平时的那个花厅啊是在1楼，而他们这个家族把花厅放在2楼，这比较少见的。站在这个中间看大厅还是挺有特色的。2楼呢是属于一个神龛的位置吧，摆放祖宗牌位的这一些，基本上大院都是这个样子。300多个房间，你一天住一间，估计都要1年的时间了。整体这些房间都不是太大呀，这应该也是经过修缮的，因为它原本的柱子应该是不会裂开的。我猜想这样的，这里走上去就会来到了大厅的上部。这是主厅堂，看看上面精美吧。上面还有一个诰封，这是他在光绪末年受到了朝廷的诰封。是一个知府的名义。来看一看他的卧室，应该在这一块。现在肯定是看不到什么了，以前卧室和书房都在这边，这都是经过修缮的。这后面的围屋上面也是有很多壁画的。整体来讲，它这个大院里面壁画特别多啊，鸟啊、花朵啊非常多，等于整个这个围屋上面都是有壁画，围绕整个大院。刚才我们说，它这里没有蚊子，也没有蜘蛛。这座古堡呢，建了100多年，长期啊是无人居住，在古堡里面是没有蜘蛛网的，而在这个古堡外面呢，就附属建筑，蜘蛛网呢是特别多，蚊子也特别多。那这肯定是有原因的。刚才我们说，很有可能呢是这个里面树木的问题，有气味或者散发一种味道，蚊子和蜘蛛不能进来。那还有一种说法呢，是和前方这2个壁画有关系，一左一右，这边看得清晰，而这边呢是看得不清晰。那左边这个壁画呢是叫做千蛛扫尽，右边呢叫万福招来。我们来说一下，左边这一幅描绘了仙童脚踩芭蕉，手拿扫把，正扫去从松树垂下的蜘蛛。本地风俗呢是蜘蛛属灾，寓意呢把灾难扫去，那个蜘蛛呢就进不去。刚好呢这幅画是在这一块，在大门这里，那等于呢蜘蛛就进不来。右边那幅壁画看不太清楚，在这边呢复原了一下，明显的可以看到一名仙童手拿芭蕉叶，把蝙蝠一只一只的招入其脚下的宝葫芦里面，这就是叫做万福招来。这个蝙蝠的福与福气的福是同音，寓意呢把福气招回来。那确实呢，每到夏秋的晚上，大幅的蝙蝠就会来这个古堡里面栖身。蝙蝠一多了，就有很多怪声。当时呢，这里面没有住人，周边的村民啊，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叫声，觉得非常恐怖，以为呢这里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我们说的有什么鬼怪之类的。晚上基本上是没有人敢进来的。这个古堡应该说是长期没有人居住的，这可能就是这个古堡里面一直流传着说比较恐怖的原因。刚好啊，这2幅壁画就在这个大门的上方，下面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尉迟敬德和秦叔宝。
这两幅壁画呢，还是传说相关的。那实际这里面没有蚊子，没有蜘蛛，却是吸引蝙蝠。我估计还是跟这里面的用料有关。大家是否觉得如此呢？在这又看到壁画了，整个这个大院壁画是特别多的，特别是1楼到2楼的中间全部是壁画，只是说很多我们不知道它刻画的是什么，也没有相关的，这叫介绍。那到这里这一座大院差不多就看完了。我们一开始说它是福建第一奇宝，或者说最神秘的古堡，我觉得名副其实，确实是称得上也算是大开眼界了。和我们之前在北方看到的大院庄园确实是有点不一样，尽管规模小了很多，实际的话还是很有特点的。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